行长，我是石兰，马上派人送200万到我。诈骗集团不更新信息吗？石大小姐已经死了。是了，我的钱已经全部落入我那塑料老公的手里了。叶时修，我的老公竟然会来祭奠我，又不知道哪里找到他，更不知道这婚结来干嘛。做人果然不能贪图男人美色。离婚！你就这么恨我，在酒会上花3000万把你买回来？3年了，是块石头也该捂热了。离婚！本来就是塑料夫妻，石兰已经死了，我现在是女艺人安澜。不纠结过去，不焦虑未来，迎接新生。又过了1周，我到处寻找你，了解你的痕迹。我这个丈夫没有一天是合格的。这是黑玫瑰，除我以外，没有人知道石兰这个特别的喜好。刚才谁来过？我知道我有点疯，石兰，是你对不对？不怕黑夜还有多久，你的声音永远温热。干什么？干什么？放开我！你要去哪儿？去了你就知道了。殷总，怎么了？马上帮我调这里的监控，顺便做一个石兰的笔迹鉴定，要快。明白。才知道要拍广告用得着搞得这么兴师动众，2个人抬，不知道的以为绑架呢。我的安大小姐，是你自己说的要为顾城宇守身如玉，不拍内衣广告，那我只能抬你来了。顾城宇就是原主跪舔的那个流量男明星。酒都洒了，伺候人都不会，真没用。还不赶紧去拿一瓶啊！身边有条舔成这样的狗啊！我马上去。他还说好，他没自尊的吗？哎呀，真是笨死了。这是你想要的限定版手表，我终于给你买到了，生日快乐！知道了，以后来我家提前说一声。回去吧。就为了这种垃圾，原主道歉公司400万，结果顾城宇扭头就把原主舔狗他的微信聊天记录放了进去，污蔑他插足他和女友的感情。原主不堪网暴，割腕自杀了。广告合同给我看看。你愿意拍了？你就当之前的安澜已经死了，现在厉鬼上身，来报仇了。我现在的处境，公司能给我这样的工作，应该要3拜9叩了。见了鬼了吧？要在石家，像原主这种尘埃，雪藏800次都不嫌多。走了。狐狸精，臭不要脸！姐妹们，打他！住手！臭不要脸！臭不要脸！不要脸！就是。叶时修，石兰。住手！当众许以伤人，不怕刑事拘留吗？滚开！走吧。
我们走走。石兰，什么鬼？他把我认出来了。你干啥？我不是石兰，我是安兰，我不认识你啊。新任亚洲首富燕时修，他怎么会和安澜扯上了？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今天下午你是不是去了墓地，还留下了一束花，还有一张卡片？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要是再对我动手动脚，我就告你性骚扰。这氛围不妙啊！安澜，你衣服脏了，去处理一下。别再跟过来啊！加个联系方式吧。燕总，您是要找我们安澜拍戏吗？他条件不错，我正在考虑。还有这种好事儿？唐泽，走了。好，那燕总，我们去忙了啊。行，我加你啊。你是什么时候认识这种大人物的？我上哪儿认识他去？那你们俩刚才抱来抱去的啊？只要我不承认，谁也别想暗投我是石兰。上辈子让我吃了那么多冷暴力，现在老婆死了，还来了，一边凉快去。不过他到底是怎么认出我来的？吓人！安澜，一个唯唯诺诺、说话都不敢看人的小明星，哪有你的风采？是吧？不管是神情还是语言，都与我熟悉的你一模一样。燕总，鉴定中心加急传来了笔迹鉴定结果，高度吻合。既然你不承认你是石兰，那这次就换我来追安澜。居然真的拍了内衣广告，而且比以前专业100倍。如果这都不算厉鬼上身，那下辈子罚我做个大直男。愣着干嘛？开车门呢？啊！喂，有屁快放！知道了。顾成宇说老地方见面，要做个了断。一死原主毫无悔意，他还有脸了断？去！你不会见面以后又扑通一声跪下求原谅吧？可能吗？啊，又不是第一次了。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风心所爱。卡里是20，以后别再招惹我。顾成宇，你把人逼死了，你连句道歉都没有，你是人吗？唐泽，放开！你都为他死了一次了，你还要维护这个人渣？先放开他。好，我要是放开他，那你以后的死活我就再也不管了。安澜，算你识相。不过就算你这样，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我已经跟妮妮在一起，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警告你，不要再纠缠我。跟一个人渣侮辱成这样，你活该！顾成宇，有屁就放！你当初管我要这块表的时候，可不是这副嘴脸。那时候的你真是又渣又气。这是你自愿送的？那是以前。既然你这么想划清界限，好啊，那就把那些东西都还给我。我也不是一定非要东西，钱也可以。我大概算了一下，一共206万，零头不抹。谢谢。安澜，你问我要钱？我不缠着你了，你不应该很高兴？你自愿送我的东西，你凭什么要回去？说好听一点叫送礼，说难听一点就叫情感诈骗。我不报警把你抓进警察局里就不错了。安澜，你真恶心！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威胁我跟你在一起吗？我告诉你，天底下的女人都死光了，我都不会看你这条舔狗一眼。
把账号发过来，发过来！早点断了也好，你跟妮妮马上就要进组烽烟佳人，那可是华海娱乐 S 家的头部项目。要是这个贱女人还敢纠缠，就再让她身败名裂一次。把账号发给他。发了。余额不足。余额不足。堂堂一线大明星，卡里连200万都没有啊！我银行卡欠额了，分批次给你。3天时间，如果你不把这些钱给我还完，我就带着购物发票去报警抓你。我1分都不差的。好啊，当初你这个甜瓜怎么割腕不割深一点？死了才干净。我命不该绝，留着命废你呢。我们走。滚吧，贱人！干嘛？干嘛呀？我真是刮目相看啊！这就是风心所爱的威力吗？给男人花钱挡为8辈子的，看我先前给叶时修花钱，就等没死。等他把那个钱还了，我就去把你的债务清了。哎喂，还欠公司200万，得尽快扭转负面形象，赚钱清债。公司给你接了个新戏，华海娱乐出品的《烽烟佳人》女2号。什么出品？华海娱乐呀，怎么这么惊讶？那是本小姐的公司，现在老板变牛马，反正你不知道。公司让我带你明天去华海娱乐签约，这次可是1线班底啊，唯一有一点点小瑕疵，男一女一是顾城宇和陈贝妮。这破戏谁爱去谁去，片酬可是500万啊！这哪里是什么破戏，这简直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不过我有一点说好了，渣男贱女要是再敢犯贱的话，我肯定不会心慈手软。都怪我上辈子过得太富裕，导致半个月都适应不了这穷酸命。怎么会有人把自己活成这个样子？原来是个孤儿啊，难怪自己这么缺爱。只是陈贝妮所在的陈家也算是名门望族，顾城宇那个渣男想攀龙附凤不足为奇。既然我借你的身体复生，那就让我来替你逆风翻盘，送顾城宇那祸害归西。快看验证信息，有老板要加你微信。头像是盏灯，名字是个 S， 这风格怎么跟叶时修那么像？你是叶时修？算了吧，还是别自己吓自己了。长得跟个蛤蟆似的，也能当顶流，门槛真低。这是在吐槽阿兰之前喜欢的那个男人，还真是张淬了毒的嘴。我的大小姐，明天见。昨晚上又失眠了吧？我记得你以前没这毛病的。那是你的安澜没有这个毛病。你说啥呢？我是问华海娱乐的老板到底是谁？为什么要亲自见我？哎，那不是大小姐过世，公司由燕总接手了。见鬼！叶时修这是什么意思？真把我认出来了？嫌在石家3年过得太憋屈，想找我报复？总裁办公室到了。这么看来，确实该见见。燕总，都给我出去！都给我出去！对不起啊，对不起，燕总，我们家安澜涉世太浅，有点不懂规矩。你们都出去吧。啊！你说不？燕总，你什么意思？你肯承认你是石兰了？
这么说，你抓我来演女二，是因为我像你的亡妻？这么深情，之前怎么没听说过你们夫妻2个人感情这么好？你就当我是吧。我想他了。你想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不过就是一个普通人，不是谁的替身。燕总，麻烦你高抬贵手，女二换个人来演。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讲完了我就放你走。我没有时间听你讲什么。有一个父母双亡的孩子，和家人走散了，被一个富豪领养，以为有了新生活，可成年之后，他才知道这户人家是看中了她的漂亮，随时准备卖她换钱。燕家那堆老东西，买下她的人是一个傲娇的大小姐，她很喜欢身上闪闪发光的人，她对大小姐一见钟情。可是新婚夜，大小姐却出去找了别的男人。再后来，她和大小姐的婚姻生活就变得十分糟糕。以为本小姐新婚夜乱搞，就对我长期冷暴力。首先感谢燕总分享的故事，其次是这个狗男人自己不长嘴。现在我可以走了吗？走可以，但这女二你必须接。我已经跟你们公司签了合同。你有意思吗？有意思。好，燕总，我接。不过我事先告诉你，我有自己的生活，你别太得寸进尺了。就3个月时间，等本小姐侵占，就彻底拜拜，放飞自由。你放心，我有分寸。希望你说到做。石兰，我不会再给你离开我的机会。阿兰，你跟我实话实说啊，你是不是跟燕总认识啊？哼，不认识。不认识你刚才那么好。我现在也恨，有本事他换了我。我发现你自杀醒来之后就有点不对劲儿啊，嚣张的我都害怕。那你要多适应一下了。哎呀，我都想揍你了。做一个试试。喂，说。知道了。顾成宇说把钱还完了，他还说什么呀？让你以后不要出现在他面前，不要私下跟他联系，要不然就让律师请你吃席。比我还自恋，那在剧组碰到不得炸了？你以后不会跟他死灰复燃吧？我要勾搭也是勾搭燕时修那样的人间角色，他顾成宇算个屁啊！勾搭？勾搭？我都替你尴尬。上车吧，送你。不要了。我去见导演，顺路。演都接着演。哎呀，走吧。哎，阿兰，你跟燕总聊聊天嘛，别干坐着。我谢谢你祖宗。第一次见大小姐吃瘪，过于可爱了。燕总莫怪啊，他自从割腕醒来之后啊，就有点过分嚣张，生死看淡，不服就干。我觉得挺好的。你再骚，开慢点儿。好的，燕总。完了完了，燕总该不会真以为安澜要勾引他上位吧？哎，抱歉啊，燕总，他可能失眠一段时间，最近太累了。别说话。老公，帮我。
哎呀，来个人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呀？为什么我完全看不懂剧情的走向了呀？毕竟夫妻3年，再怎么样，有些亲密习惯是改不了的，我的大小姐。你干嘛？我现在总算是相信你不会舔顾城宇了，但是你那个眼光能不能别那么高啊？那可是新任亚洲首富，比10大小姐还狠的燕总。我就是个小演员，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搞钱。叶时修一看就横，只会冷暴力的男人狗都不谈。狗都不谈？那你在他身上睡2个小时？你说什么？我在叶时修身上睡了2个小时？对啊，不可能！你自己看看时间，几点了？我怎么能在他身上睡2个小时呢？和叶时修结婚那3年，我才能安然入睡，还以为睡眠障碍已经治好了，没想到只有他在身边，我才能睡着。那我做个1比1的人形抱枕，能不能挽救我的失眠？我真是个天才。叶时修人呢？他去见总导演李导了，你先回酒店安顿，我去帮他停下车去。什么？哎，这不是那谁顾城宇的舔狗吗？这个人怎么又来了？真是阴魂不散。去啊！你来这里是追顾城宇的吧？不许进去！哎，你有完没完？统筹呢？制片呢？赶紧把这个疯婆子给我赶出去！放手！钱都给你了，你还老在这犯贱，你是不是一点脸都不想要啊？华海来找我演女二，不是为了顾城宇那个油腻男的。你是智障吗？也不编个像样点的理由，谁信呢？怎么回事？他说华海要签他演女二。韩兰，你没完没了了吧？你也配签约华海？你这个舔狗，一定是因为我们程宇跟妮妮一起演戏啊，你嫉妒啊，气不过来这边闹。我告诉你吧，今天不可能再放过你。脑子有病就去治，自恋也要有个限度。如果不信的话，就去问导演，没有跟你解释的权利。我这里可是有一些他当年跪舔倒追你的视频，他今天不听警告，那我们也不用给他手下留情了。半个月前他就该死干净。逼死安澜的2个杀人犯，还有脸当众叫嚣？燕总，感谢您追加的投资，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我的投资是追加在安澜身上的，她很优秀。安澜，那个小演员什么时候认识这位大佬了？导演，不好了，安澜跟顾城宇在酒店大厅起冲突，打起来了。什么？走！杀人犯怎么了？你还不是拿我们没办法？我告诉你啊，我能逼死你1次，就逼死你第2次。那这次就看看我们2个谁先死。那我就把视频发出去，还想演女二？做梦吧你！安澜，你今天等死吧！你想让谁死？你想让谁死？燕总，您听错了，他想让我死。你闭嘴！燕总，李导，
是这样的，这个女人啊，她出身卑微，她没见过什么大人物啊，就敢在这边胡说八道。你知道她是谁吗？她当然知道我是谁，因为她是我送来的。秦总，所以你是想连我一起逼死啊？不，叶总，我以为他是来跪舔程宇的。燕总，够了！我正式的通知你，你可以彻底从娱乐圈消失了。喂，叶总，我求您饶了我，我还有一个家要照顾，我不能丢这份工作啊，叶总，求您放了我。你越强，我越狠。我滚，我这就滚。倒是第一次见狗男人这一面，比以前的良家妇男模样有意思多了。燕总，虽然我不明白您为什么维护安澜，但是您小心被他骗了。这个女二是燕总邀请的，不信的话，你问。你撒谎成性！她是我带来的。以后不要再说什么为顾城宇而来的，毕竟我欢迎华海随时换人，只要验石修同。你们如果想质疑他，不如朝我来啊！李导也在这儿，那我就再说一次，既然我接了这个戏，那我就会拿出我的态度。如果在工作期间因为我的私事耽误了拍摄，或者因为我的不专业，我欢迎导演随时换。你有什么专业能力啊？妮妮，你怎么来了？妮妮，你怎么来了？燕总想要塞人，我们无条件配合。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安澜有什么专业能力啊。安澜确实不会，但本小姐演电影玩的时候，你们还在学校当小糊糊呢。陈贝金说的没错，安澜黑料一大堆，演技也是公认的烂。那会不会影响剧的口碑？到时候剧上不了线怎么办？那舔狗从大学开始就追我，哪来的时间练技？妮妮来的妙，正好找个借口把这个贱人赶出去，不能让她影响了我鱼跃龙门。哎，燕总，您看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考虑撤资？不，燕总，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才刚丧期就来剧组塞小明星，也不怕外面传你难听的丑闻。那就试戏啊！哎，好啊，这个提议好啊。燕总，您觉得呢？啊，你想怎么试？我记得剧组今天刚好置景了靶场，正好跟女二樊嫣戏份相关，不如就是樊嫣内心抗衡能否开枪的那场戏吧。那场戏樊嫣可是要拔枪打靶的。妮妮，安澜她会吗？石家人为了应对危险，自幼练枪，石兰更是神枪手。但几年前他差点错手射杀保镖，心里从此有了阴影。他还能开枪吗？燕总，什么都不会，他凭什么演女二？又凭什么让我堂堂千金影后和他搭戏？他的能力并不是你可以相提并论的。就演这场戏，想知道凭什么？我亲眼让你看。你很久没摸枪了，要不要换一场？比起摸枪，我更希望你少给我找点事。你还是那么要强。哎，李导，樊嫣这个人物呢，是个假千金真奸细，虽然和男主有青梅竹马的情谊，但是个高级间谍。导演，完整剧本我已经梳理过了，这段我需要体现出樊嫣对于男主的不舍，还有对组织的动摇。靶子就是樊嫣的心魔，也是她悲惨人生的转折点。没错，理解得很透彻。但我认为樊嫣是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高知女性，她不应该成为男女主感情的推助器，她应该有自己的风格。樊嫣居然遇到了懂她的演员，但光懂还不够，得有能力。导演，樊嫣可是专业杀手，起码开枪都是1流。安澜，你会吗？
导演啊，我们可是提前2个月集训呢，可没时间等着他现学呀。安澜，要给你请个专业老师吗？不用啊。还在装？我看你等下怎么丢人现眼，被扔出剧组。佘，强大如你，一定可以克服这个心理障碍的，对不对？行了，装到这里可以了。燕总，这种可以退货的吧？安澜开枪了！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阻碍我石兰活出自我。哇，好帅啊！这绝对是练过的高手。不愧是你。不可能，一定是他运气好。又都中了。可以闭嘴了吗？我一个舔狗。废话怎么那么多？安澜，你别乱来啊！哎呀，燕总，我开始有点喜欢这个女娃了。你别着急，好戏还在后头。现在可以开始了吗？哎，可以。哎，来，都来，上！导演，这段我想移动靶心，更加凸显樊嫣的心乱。可以。开始试戏 ，Action！编号1725，情绪精准，1秒入心。编号1725到。你本该有机会杀了谢影峰，但你违背了你的任务，也背叛了你的组织。编号1725刺杀失败，甘愿受罚。你是不是对谢影峰动心了？手，再注意点，注意点。好 ，very good， 就是这个眼神，这个惊恐含泪的状态。安澜，你有这演技早拿出来呀，太让人惊艳了。是啊，这演技太出人意料了，真不错。好厉害啊，真了不起！厉害！不是你说安澜是个废物的吗？我发誓我什么也不知道。这个女人以前真会装，害我在妮妮面前丢这么大的人。现在还有谁觉得我胜任不了女二的这个位置？可以站出来说话。一场试戏而已，没什么了不起。这女人的眼神怎么让人毛骨悚然的？没想到啊，她演技这么好。这舔狗不舔了，搞上事业了。还想比试什么？马术还是樊嫣会用到的法文？我不信你都会。会不会等到开拍那天就知道了？还是说你活不到开拍那天啊？燕总，我终于知道您为什么看上他了，这性格能力都好强啊。李导，你误会了。燕总帮我只是因为车祸发生一点小剐蹭，燕总愧疚，所以给了我一个女儿作为补偿。我跟他之间并不熟。原来是这样啊！你们都听到了吗？出去管好自己嘴巴。好的，李导。希望从今以后，没有人再对我的私生活指指点点。现在我可以去酒店入住了吗？燕总，当然可以。回去换身衣服，休整一下。
晚上聚餐。辛苦了。哎，之前还为我要死要活的，这才短短半个月，怎么可能就忘了我？他这分明是换了勾引我的招数。殷总，我们也回去休息吧。哎，这边钱。啊，我先去趟洗手间。你干嘛？你进来干嘛？你干嘛？你刚刚为什么要帮我澄清？担心他们误会我往剧组里边塞人，薅养小明星。你是不是对我？燕总，你可以不要你的脸，但我要脸。我不是你想的那个人，接受现实吧。你明明就是他，我不接受任何其他答案。你是不是有病啊你？阿郎，阿郎，给我在里面藏好啊！我警告你，不许出来！怎么这么久才开门啊？怎么了？抓鬼我！抓什么鬼？你放开我！哎呀，干什么呀你？说，你到底是中式的鬼还是西式的鬼？啊！说啊！发什么疯啊你在这儿？不怕别人在外面说我们在房间里玩捆绑 play 啊？啊！你居然会演戏了，还会枪法！你以前演尸体都要被倒扣钱，除了脸长得好看以外，可以说是啥也不会。你到底是谁？叶师兄还在阴室里，就不给我留一点体面吗？我车祸死的好好的，一觉醒来穿越在穷鬼身上，我找谁说理去啊？所以说，安澜真的没了。你的安澜大概率已经自杀成功了。所以说，安澜真的被那个渣男给害死了。你到底是谁呀？你先把我松绑了，要不？我不松，我们家安澜没了，没了。你再不送，你也快死。谁？谁？你是谁？是鬼啊！是鬼。唉，燕总。燕总，您怎么会在安澜房间啊？我来找我夫人。燕总，大可不必，我不承认。可是你也没否认。何必呢？你干嘛非得缠着我呢？史家人刚给我下过毒，我身体还没好利索呢，你就别再刺激我了。从前不知道他还能演苦肉计。好了，我先走了。节哀。啊！这么说，你真的是石家大小姐石兰？奇了怪了，他是怎么认出来我的？你干嘛不承认啊？这样你就能一步登天了。我们上辈子是塑料夫妻，谁知道他这辈子又使什么坏脑？啊，也是。总之，这辈子我只想走我自己的路，过自己的生活，重写安澜的人生。好，石大小姐，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我定鞍前马后，肝脑涂地。不成你那傻子，还以为安澜迷恋你，谁能想到安澜已经换心了。哎，得嘞，娘娘请。
赶紧把那西洋玩意儿扔了吧。哎，哎呦，这都还没开始聚餐呢，就吃上你俩的狗粮了，真是如胶似漆啊！不如我们给你们俩搬张床。国民 CP 故意的吧，也不怕安澜受刺激。谁知道安澜发的什么疯啊？发疯就对，发疯就赶紧滚出剧组。哎，快看，来了来了！他怎么好像不在乎啊？演的吧，应该。燕总也来参加聚餐了。燕总来了，来，请坐。我就坐这儿吧。这狗男人没完了是？怎么感觉有点暧昧啊？你不觉得比起国民 CP，安澜跟燕总才更有一种不可言说的亲密感吗？那既然燕总来了，那就开餐吧。房间还满意吗？不是都去过了吗？明知故问。房间如果不满意的话，可以跟我提。你们也一样。谢谢燕总，谢谢燕总，谢谢燕总，谢谢燕总。燕总，感谢您百忙之中过来探班，敬您一杯。天呐，法尼，到底有没有人管这些厨师？安澜，那是燕总的餐盘。我就是太累了，忘了燕总在我身边，我还以为是我助理呢。燕总也累了，不想浪费食物，适可而止。今天我特意过来呢，也是因为安澜跟国民 CP 的恩怨。既然安澜已经证明了自己，那么我希望以后剧组就是拍戏的地方。如果有人因私心打扰剧组的安宁，我华随时准备换人。来为安澜撑腰来的。哎，放心吧，燕总，开拍之后一切交给我。来，大家都提一杯，敬燕总。干杯！不喜欢喝酒，又何必硬撑？看不下去了。李导、燕总，我有点累了，我先回去了。哎，去吧。等等，过来。有事儿？加个联系方式。他们好像真的不熟啊，连联系方式都没有。但我感觉怎么像是两个不熟的人在熟练的暧昧？有必要吗？你给编剧发的长篇大论已经传到我这儿了，不是要改人设吗？以后有关于拍戏的事儿，你可以直接找我。燕总，安澜想改什么人设？这件事，我们这些主演应该有知情权吧？而关于这个问题啊，我已经跟燕总聊过了，安澜要改的东西不涉及你们，明天正常出通告啊。李导，我知道燕总偏心安澜，但是如果影响了我的利益，这新剧本不涉及你们，你们就等围读吧。来，都改剧本了，还不影响，都欺负到我头上了。李导，那我也先撤了。好的，燕总。安澜不会想加和我的感情戏吧？那妮妮不得炸了？你确定喝了酒就能睡着吗？不确定。你失眠真这么严重啊？石家继承人每天要面对无数危险和暗杀，换你试试。你在网上帮我找一个能做抱枕的店吧，做一个跟叶时修同等大小的抱枕。啊，
你这什么操作啊？你不是说我在他怀里睡得很熟吗？我做个回来抱着睡，看看能不能治失眠。那要让他知道了，多尴尬呀！哎呀，不让他知道不就得了吗？啊，谢谢。燕总喝醉了，留宿在你对面。他助理说刹车出问题了，回不了家，让你听着点动静。怎么像他要留下来找他借口呢？史家人刚给我下过毒，我身体还没好利索呢，你就别再刺激我了。又是投毒，又是动刹车，我不在了，史家人就把这套用在叶时修身上。他惯会忍耐，但又能撑多久？去问徐英华要个房卡吧。燕总，如您所料，那个动刹车的人已经被控制了，要交给警方吗？审出来是谁动的手，用同样的招数还回去就行了。大小姐以前总被亲人束缚，没下死手，可是燕总竟然把施家作恶的人一个一个揪出来，以牙还牙，他的心智比大小姐更加可怕。是，既然要让石兰留在我身边，就不能在她身边留任何安全隐患了。明白，我立刻去处理。对了，燕总，算了，还是先不告诉燕总房卡给大小姐了，万一她不过来，岂不是令她失望？还有事吗？没事了，燕总，您先休息。没事吧？石兰，能不能站起来？小心！干嘛？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我不放，放开了你就不要我了。你放开我，我不行。明知道跟李导喝酒会胃痛，为什么还要喝？因为我怕我用资方的身份压他，他会暗中找你麻烦。这一刻，我忽然对她丈夫的身份有了真实感，但可惜不是前世。听你助理说，你的刹车片被破坏了，经常这样吗？因为我接受了亡妻的遗产，施家人才不会放过我。你也可以选择不继承遗产。他很爱他自创的产业，所以我要替他顾好下面的员工。虽然他对他的母亲没有情感，但是如果我脱身，我那个丈母娘活不过明天。他没要求你为他做这些，我心甘情愿。这是燕总一大早叫人送来的。怎么会有人送墓地啊？这不招人死吗？这些都是我之前送给他的。还是大佬眼光独到，别出心裁啊！哎，他怎么会？你不会跟他承认你身份了吧？从爱照顾我的谢礼。
那燕总的谢礼还真是新颖又大方，但我只是个小明星，消受不起。真想送，探班的时候随手买点吃的吧。哎，我发现这些燕总每一笔都记得很清楚啊。你看这个存折，写的你的名字，除了有3000万的大额存单，每个月还有10万存进去。3000万是花你替燕家渡过难关的钱，至于每个月10万，是我作为丈夫养家的支出。我说了，我不是10万。好的，安小姐。这大概也是我能在他身边安睡的理由吧。他有自己的风骨。哎，对了，那个人形抱枕还要不要啊？我已经下单加急了。要啊，失眠问题刻不容缓的。好，你先看看剧本，你好好看看，明天围读啊。女2号的人设可是惊艳绝伦呐！气死你！就这种货色也配和我抢男人抢戏份？以为燕总那点恩惠就能让你逆天改命？下地狱去！今天这个妆定的挺好的。喂，你干嘛啊你？你疯了吧你！什么胡看女二？谁给你的脸改剧本的？还加和男主的感情戏？你就是一脱了裤子都没人要的女人！你把你嘴放干净点！我就是看不惯你这骚浪贱的作风，安澜，你不得好死！哎，你是不是有病吧你？哎呀，糟了，果然，他把你演女二的消息放出去了，现在网上传开了，你要加和顾城宇的感情戏。我以为昨天炸完那通，那狗男女应该已经消停了，没想到我还真是低估他们自恋程度了。枫叶家人官博下面骂你的评论已经转发20万了。顾城宇这个人渣，用这种方法害死安澜，没想到还想用这种方法逼你退组。眼瞎过，已复明。进组是正常工作，也确实要改剧本，但说我想增加感情戏，自作多情。烽烟剧组尊重主演和编剧行吗？一条舔狗有什么资格加戏？天王传媒能不能把狗签好？我家哥哥被安澜害得还不够惨吗？气死！安澜一生黑，剧组一天不处理，我就一天抵制烽烟，把舔狗骂出宇宙。这些粉丝这么容易就被煽动，他们诅咒一个无辜的人，他们就不怕天打雷劈吗？所以要找出那些粉丝背后的人。大佬，明天唯独我就撕了那对狗男女。还住这儿啊？昨晚是喝多了，今晚什么借口啊？想让你多看看人间角色，心情好一点。确实还不错，我以为你看到那条消息会直接换了那对国民 CP。你会让我干涉你的事吗？最近公司有项目在这动工，住在这儿方便点。燕总，欲擒故纵，你还真是玩得炉火纯青啊！我只想告诉你，我一直在。帮我准备瓶红酒吧。看完剧本，我想睡个好觉。哎呀，喝什么酒啊？你要不让他直接过来陪你睡得了，反正他就在对面呢。窗户纸都没捅破，睡什么睡啊？他可比你会玩多了。果然还是你们是夫妻呀，还是你们会玩，有情调。国民 CP 邀请我明天一起参加围读，说是因为你改剧本的事要维权。那不是又让燕总抓到看戏的机会了？只是想在你面前刷个脸。原来你和别的女人能正常交流啊？那你怎么误会你亡妻那么久都不开口问呢？
我知道我欠你一个道歉，但还有别的原因。石兰，给我点时间。新剧本都发给大家了，不过在围读前，咱们的男一和女一要先围个全。没错，安澜改剧本的消息是我放出去的，我就是为了防止有心人在里面暗箱操作。陈贝妮，你看了修改的内容了吗？就去发消息网暴别人。这件事谁对谁错，你们心知肚明。我和程宇才是主演，现在成什么了？我们是安澜的配角吗？我觉得我的粉丝抵制的没有错。李导，我们很尊重你，也尊重整个制作班底，但是改戏是我不能接受。这改你们的戏了吗？就这么大脸？他不就是要加和我的感情戏吗？这没有确定的事情，让人家网暴20万的骂评，这流量就是这么用的吗？活该！你们还是人吗？看来还是我前2天不够炸。你敢说你不是想和我加感情戏？如果不是，你跟陈贝妮要下跪道歉，通报全平台吗？好啊，如果你的存在对我们的戏份有一丁点的影响，我要剧组给我个说法，华海跟我道歉，你不仅要给我磕头，还要给我滚出娱乐圈。好，手机拿出来，给我录。真录啊？录。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物种的多样性。瞪大你们的狗眼，好好看看我有没有加戏。安澜确实是要动感情戏，但不是加，而是删。他认为樊嫣受过高等的中西教育，他应该是一柄利刃，而不是只困于情爱。我觉得他说的没错，所以我连夜修改了剧本，删除了不必要的感情戏。真的哎，安澜要求删戏，国民 CP 是不是真的太过自恋了呀？请教一下国民 CP， 新的剧本，我的角色增加感情戏了吗？增加了吗？谁知道你是不是被拆穿了自己的目的？联合编剧演戏。我能证明，安澜确实要删戏，我手机上有聊天记录。顾成宇，你自作多情在先，纵容粉丝网暴我在后，真觉得我还会忍耐吗？陈贝妮，事情是你起的，你怎么说？我哪知道你要改戏？谁让你神神秘秘不告诉我们主演的？这不是你网暴我的理由。今天要么下跪道歉发视频，要么我们3个人的黑料同时满天飞。效果？我有什么黑料？梨花女高。你胡说什么呢？好，你当真让我继续说下去吗？还记得张爱吗？住口！霸凌同学致人伤残，家里花钱摆平，以为时间久了就不会有人知道了吗？妮妮，你脸色怎么这么差？我再问你一次，道歉还是不道歉？啊，对不起，妮妮，你到底怎么了？你怎么能跟这种女人下跪呢？怕是有些人忘了我们刚才的赌约吧？都是我们误会你了，安澜，可以原谅我们吗？大点声！安澜，对不起。刚才的内容都录下了吗？齐活录完了，全网发出去。你真的要发？发！本来就是他国民 CP 欠我的。失业就失业吧，老娘跟他们拼了，干一票爽的。嘿，这确定对咱们剧组不会有影响吧？这件事我们华海负责到底。不过下跪的视频就别发了，让顾成宇
跟陈贝依全平台录制道歉视频，给安澜道歉。你什么意思？息怒。燕总也是为你好，你可别忘记你现在什么身份，做事别太绝了，黑粉报复疯狂的很。燕总，我们马上照办。希望今天这件事情以后，大家都能收心拍戏。大家回去消化下情绪，唯独改明天。去，走吧。燕总，那我先走了啊。我上外边等你。我跟你一起去。你性格太刚烈，很容易输题。我会怕？我怕。太过彻骨，是来死无全尸。我心里憋气。你就不能相信我吗？哎呦我去，大佬，陈贝妮和顾城宇的视频发了，全网都爆了。那些标题不会是燕总干的吧？啊，什么国民 CP 欺辱新人，证据曝光，悔不当初。原来是山系国民 CP 人品大翻车，太解气了。现在舔狗的标签是撕了，还涨了50万粉丝，爽！我就说你误会人家燕总了吧？确实阴险狡诈呀。哎，给你订的人形抱枕也到了，我去取一下。花了大价钱的就是快。抱着这个真的能睡着？不知道，要试试。燕总不知道你失眠吧？他上哪知道？我在他身边又不失眠。万一燕总进来了看到了怎么办？那我就直接换真人呗。哎呦，大佬就是大佬，心理素质就是不一样啊。哎呀，那你赶紧休息吧，明天还要定妆。好，拜拜。有时候这抱枕也不是越软越好，不过还是你最可爱。怎么样，消遣吗？还不错。明天见。天天见，不会腻的吗？哎，韩小姐，上更了。房间现在方便打扫吗？不用了，安小姐不喜欢陌生人进她房间，我们已经找了专人打扫。啊，好的，知道了。可是之前都是我在打扫啊。安澜也不知道抓到了妮妮什么把柄，得尽快想个办法解决，否则我还怎么和妮妮结婚，做豪门女婿呢？嘿，这时候就别去烦他了吧。我看妮妮不高兴，想跟她说个八卦。跟我说吧，我一会儿告诉你，否则他发脾气你承受得住吗？安澜房间有男人。什么？今天安澜房间突然换了个清洁工，之前的清洁工觉得可疑，就趁对方打扫偷摸溜进去看，床上的被子里面裹着个男人。安澜有这胆子？不可能啊！哎呀，安澜眼看勾引你无望，就开始勾引别的男人，他还真是不嫌脏。这是好事儿啊，他不是有燕总撑腰吗？那我就当着燕总的面捉奸，让燕总看清楚他到底是什么货色。这件事你先替我盯着，就先别告诉妮妮，我怕燕总迁怒于他。我要送给安澜一个大大的惊喜。安澜，我听副导说了，你马术也不错。哎呀，那我就不用担心后面的进度了。你还有别的困难吗？没有啊。好。这么狂，
人家狂有狂的资本，起码那天我跟他一起去的，真的超级专业，现场很多人都看见了。好吧，那以前确实小瞧他。你们两个也尽快调整好状态，拿出你们身为一线的能力，别再搞出乱子了，否则我也保不住你们俩。李导，我和妮妮在流量里可是公认的好演技，不用担心。各位辛苦了。燕总请大家喝咖啡。哎呀，燕总实在是太客气了。那大家拿着咖啡散会吧。安小姐，燕总请您去一个地方。不去，要背剧本。去吧，燕总有很重要的话要跟您说。这边。连燕总都被他骗得团团转，我一定要拆穿这个女人水性杨花、满口谎言的真面目。带我来这儿干嘛？想让外面传绯闻啊？大小姐，其实燕总为了给您更安稳的生活，已经处理了石家所有人。谁稀罕他给的生活？这是最后一个，您听。我早知道你不是个东西，石兰刚死，你居然敢把我流放国外！石兰一出生你就把她扔在医院，3个月后你才想起有这个女儿，你根本不配做她的母亲。你也配教训我？你不过是我们石家买来的一条狗。石兰要是真的喜欢你，又怎么会心灰夜抛下你去找别的男人？他明知道我心灰夜在哪儿，还在叶师兄面前造谣我，这也算亲吗？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你给我和石兰带来的痛苦。送你出国，我已经是格外开恩了。来人，送石夫人离开。我。这个女孩的眼神怎么这么熟悉？你是谁？我看石夫人膘肥体圆，很适合到非洲生活。照办。我不要！就因为石兰亲妈告诉你的，所以你就相信她新婚夜去找别的男人。我难过，是因为她不在身边，让我相信了我对于她来说就是一件商品，也打破了我对我们婚姻的所有幻想。但我更不愿让她知道，是她的母亲在背后羞辱自己的女儿。你没想过，她可能根本不在乎那个所谓的母亲。我上哪会那么想？我这个岳母表现的对女儿事事关心关爱，还警告我不要让石兰怀孕，因为没有人会欢迎我们的孩子来到石家。我的亲妈这样对她，她还怎么吻我？我还一直觉得她捂不热，但我好像从来没有站在她的立场，感受过她遭遇的羞辱。那你现在还相信她出去找男人吗？我之前确实相信了。但我知道他跟他妈妈关系不好之后，就不相信了。但那个时候，我们的关系已经降到了冰点，我还对他冷暴力过，我还拿我脸去翻那个旧账。你还知道你没脸？反正石兰也死了，你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知道真相。就憋死我，行吗？不生气了，好不好？叶时修，你非得要在这棵树上吊死吗？你知道石兰不是一个好妻子，你现在有钱有地位，你完全可以找一个更好的。我只要石兰。他需要时间。虽然和他理清了误会，但我没有理清自己的内心。好，我不逼他，我只是想告诉他，我们可以从平等尊重重新开始。那现阶段只能接受朋友的位置。预备男友的位置，好不好？你别得寸进尺。
你见完燕总回来这样子，已经3个小时了。我心烦。哎，不就是跟你表白了吗？现在聊开了，还有什么顾忌的？哎，你不懂，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对叶时修是什么情感。毕竟之前是占有欲偏多。大小姐，你不会是没有爱过吧？你别笑了，你倒是给我出出主意，确定一下什么是爱啊，想想办法呀。包在我身上，毕竟我以前也是喜欢过女生的嘛。算了，我还是自己上网查比较快。燕总，有人心乱了哟，照顾好他。燕总，顾成宇想见你，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让他进来吧。请吧。燕总，坐。找我有什么事？这是清洁工在安澜房间里拍到的野男人。这照片你还给谁看过？难道重点不是安澜在剧组里乱搞男女关系吗？他这种人不可能好好演戏，他这样的人离了男人根本活不下去。先回答我的问题。只有我和陈贝妮的助理知道。顾成宇，我们都是男人，你在打什么算盘？我心知肚明。1个月前你私放安澜的隐私，已经害死了他一次，你就丝毫没有愧疚之心。我愧疚什么？他私生活混乱，如果被爆出去，将会影响整个剧组的声誉。他的房间现在还都有那个男人，找死！他到底是不是在乱搞？过去验证一下就知道了。但如果他没有问题，你要付出什么代价？燕总，我这是帮剧组铲除毒瘤，我要付出什么代价？你3番5次找事，耽误剧组时间，燃烧剧组经费，比起安澜的私生活，你才更让剧组厌恶。不过你既然找到了我，那今天这件事我们就不能善了。如果他没问题，顾成宇，你的演员生涯到此为止。徐英华，备撤。是。只要燕总看到安澜那个女人有多脏，赢的就是我。燕总，您还是不相信大小姐吗？同样的错误，我不会再犯第2次。那您为什么还同意顾成宇去抓奸呢？与其让他在看不见的地方耍下肮脏手段，倒不如直接把他送到石兰手上，由他处置。懂了。一会儿你跟顾成宇上去，有事随时通知我。我才刚把这个大小姐哄好，我可不想再去挑战她的怒火，让顾成宇自己受着吧。好的，燕总。你们要干嘛？安澜小姐现在方便见人吗？啊，方便。顾成宇，你给我出去！我看到了，里面就是藏着一个男人。大小姐居然真的找了别的男人，那燕总怎么办？原来是抓奸呢！谁允许你们私闯我房间了？安澜，别藏着了，赶紧让你房间的奸夫出来吧！赶紧让你房间的奸夫出来吧！我这就去把他给揪出来。你不许动！现在想完了，晚了！你给我让开，我要亲自来！顾成宇，你这个无赖！顾成宇，这是我的房间，你什么身份？凭什么管我的私事？你影响剧组的声誉，我今天就要亲自把那个奸夫抓出来，
让大家看看你找男人的真面目。逼死安澜一次还不够？不够，你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彻底惹怒我了。既然你这么想看看房间里有谁，那我就成全你。不过我提醒你，你最好承受代价。用得着威胁？没用。你让不让开？这位哥们儿，出来吧，你已经暴露了。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行，我就亲手把你捉起来。燕总，上来一趟吧，情况有点复杂。难道石兰真的找了别的男人？燕总，没人告诉我这狗男人也来了呀！早知道就死活拦着顾成宇那狗贼啊！安澜，你搞什么？你跟叶总解释一下呀！这种私事也需要解释啊？你看这么多人都在这儿，你为什么做了一个跟燕总一模一样的人形抱枕？你不得解释一下吗？燕总虽然开车撞我，但是也一直鼓励我，要我活出自我，还给了我女2号这样的角色，简直就是我的再造父母啊！我知道我不配跟燕总作为朋友，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人形抱枕，用作鼓励。犯法吗？啊？死嘴憋住！犯吗？做工不错，我就说嘛，你最近怎么变得这么励志？原来是燕总的鼓舞呀！别说做个人形抱枕了，就算做个牌位，把它供奉起来也不为过嘛。哦，对不起，口误了，一时失言。哎呀，就是一场误会。可有些人不这么觉得，甚至还大张旗鼓的来我房间里捉奸。顾成宇，你来之前，我告诉过你什么，你还记得吧？你们的问题，你们自己解决，我不着急，我等着下一轮。从进组到今晚捉奸，已经3次了。唐泽，登录我的微博，发出去我那条隐藏的消息。安澜，你要干嘛？你上次放出的截图不全，我来帮你放全，让大家都好好看看你顾成宇是怎么暧昧的吊着安澜给你花钱，又是怎么伪装你富二代的身份的。证据一共112页，其中还包括了你税费，还有后援会诈捐。你敢！我本来想忍着等杀青后再找你算账的，不过既然有燕总撑腰，你又这么想找死，那就成全你啊！顾成宇，从今天往后的每一秒钟，你都要承受轻贱人命带来的反噬。证据已经发出去了。通知剧组更换男一，通知华全网封杀顾成宇，我要让他烂到人人喊打，成为阴沟里过街老鼠。明白？走。燕总，我求你了，您给我一条生路吧！您叫我一条活路都没有了，燕总。你忘了吗？你越求，我越狠。带走，走。我是被顾成宇胁迫来的，警告陈贝妮，给我安分守己，否则顾成宇的今天就是他的明天。滚！我马上滚，我马上滚。这也太尴尬了，我要找个地方钻进去。别打我抱枕主意！
你干什么？你放开我！我现在就跟你换成真人。我说是为了辟邪做的，你信吗？你知道当我看到这个抱枕的时候，我有多开心吗？你开心什么呀？我那是因为睡不着才做的。所以说，你会因为我睡得更好。算是吧。它好像真的能抚慰我烦躁的内心。我不知道你失眠。那我也给你讲个故事吧。从前有个富豪家的小女孩，从小就开始学着各种争权夺利，终于在成年的那天晚上，她拿到了继承权，却在入夜上床休息的时候，差点被斧头砍成了筛子。从此以后，她就再也不敢入睡。所以，石兰在我身边能睡着，是不是也是因为相信我不会伤害她？他观察过你，你有你自己的风骨。你干嘛？你放开我！你什么意思啊？让你好好睡个觉。你别以为你这样我就……抱枕可没有心跳和温度，让他失夜吧。这可是你主动送上床的，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这就是舒服。本来就是你的，老婆。我不是石兰，好好睡觉，别动。根据证据确定，一线男星顾成宇涉嫌情感诈骗，数额高达400万，睡粉人数高达16人，其后援会更是用诈捐敛财，毫无底线。据悉，华海已经释放封杀信号。妮妮，这都是安澜那个女人 P 的图。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发生过性行为。还想骗我？你当我是傻子吗？顾成宇，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因为我的背景才来追我的？妮妮，我是真心的，我发誓，我可以跟你签署任何婚前协议，我可以什么都不要，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妮妮，我爱你。真的？啊，如果你不信，我可以以死明志。我信你总行了吧？但如果我发现你骗我，不会的，妮妮，真的，你只能是我一个人的。我一直都是你一个人的。安澜那个贱人怂恿华海把我换掉，接下来肯定会换掉你，你要小心。他们敢？最近你哪儿都不要去，躲在这里。至于安澜，我一定不会让那个贱人得逞的。我记得拍摄第3天有爆破戏，我们要先发制人。我知道该怎么做。只要牢牢抓住陈贝依，我就没有一败涂地。安澜，死都太便宜了，你最好能榨个残疾，生不如死。刚好合适的水温，我喜欢且挑剔的早餐。我放东西的朝向以及习惯，他似乎都一清二楚。原来我前世生活的点滴都是他在照顾。我对他的喜欢，好像更相信了一点。那这边是摆完了啊！快点啊！1分钟后开店。快点！我才知道，昨晚燕总已经找了新的男1号来救场，对方已经在10万火急的赶来途中了。今天和明天先集中拍你和陈贝妮的部分。我知道了。昨天晚上你和燕总，确实是真人抱着更舒服。那你还在矛盾什么呢？
我这辈子是奔着自由来的，现在总觉得有点防不住他。哎呀，我的大小姐，有人对你这么好，你干嘛防着？那就坦然的去接受爱，给他爱呗。你既然奔着自由，也放心自由，那就尽情去爱，才不枉重来一场嘛。而且我觉得他的出现，你和以前真的不一样了。你不去当婚姻中介，真是可惜了啊！安澜呢？准备开拍了啊，好，去吧。啊，来了。你俩这场戏呢，这樊嫣她故意接近江子霖，这二人不打不相识。妮妮现在还有一场戏，你去旁边跟五指走走动作。这妮妮的武术动作很漂亮，你可不能拖后腿啊。拍武打动作可是很危险的，要是不小心受伤了，可怪不了人哦。看来是想虐我这个自由搏击冠军。好啊，谁也不怪。预备，开始！哎，去哪儿啊？黄包车干什么？你是小偷的同伙？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还装呢？你手里拿着我钱包，看招！什么情况？能不能讲讲道理？谁要跟一个贼讲道理啊？咔！陈贝妮，你学过拳击，你这么用力打安澜干什么？导演，我这可是正常力度啊！安澜要是演不了，也可以不演啊。你这是在作死！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导演，再来一遍。又想装？今天我一定要让你知道，谁才是风烟佳人真正的女主。安澜，这受伤可不是一件小事，你确定？确定。再来一条。好，各位，演习中再来一条。来，3、2、1，上！干什么？你是小偷同伙，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还想装？你手里拿着我的钱包，看招！能不能讲讲道理？谁要跟一个贼讲道理？哎，这个陈贝妮是要故意顶断安澜的肋骨，他这是在公报私仇，也太过分了吧！安澜这么猛吗？人家刚才忍着呢，陈贝妮多少有点自取其辱了。忘了告诉你，我3岁就开始练拳。导演，我还可以再来一次。好，不用了。怕什么，陈贝妮？我原以为你是聪明人，没想到你跟顾城宇一样蠢。陈贝妮，燕总换男主的时候可跟我打过招呼了，你要是演不了，也让我物色别的女主。对不起，导演，对不起，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你不会得意太久的。看来这个女主最后还是得换。恭喜安澜老师收工，哎，辛苦了。待会儿回去洗个澡，换身衣服。燕总说了，一会儿来接你出去约会。不想去。真不去啊？其实也可以见见。别嘴硬了，走吧。要不我还是不去了吧？怎么不去呢？去呀！你这妆都化好了，不去那不白化妆了吗？去吧。哎，让燕总别留下吻痕啊，还要拍戏呢。知道了。口是心非。带我来这儿看别人卿卿我我啊？你不是不知道怎么样才算是真的喜欢我？唐泽那个大喇叭，我回去了。透你呢！我家大小姐早就看过最绚丽的风景，我想带她看看人间烟火。走了。
心跳很快，掌心很热，明明都溅出汗了，却舍不得甩开，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什么感觉？心被硬生生的撬开，种子从土里破了出来。所以，你这是确定喜欢我了？如果这种感觉算是的话，那就是。本小姐有什么不敢承认的？你的脸就在眼前，闪烁明媚光线，把我心事统统察觉，多明显，我们之间每声心跳叠成语言，遇见爱情的起点，还是你能这么快打开自己的内心，我真的很不信。嘴都咧到耳后根了吧？我们慢慢来，我会打开我们之间所有的心结，让你感受到我的喜欢。这辈子这么缠人？对，我就要死死地缠着你，哪儿都不去。终点之前，常常浮现，有爱你的心事在蔓延。I will never sacrifice my love, not even for you. You know how to play it safe. Sometimes you have to break the rules. Yeah, we could call it love. 你真的不想知道石兰在新婚夜那天见了谁吗？其实很在意，吃醋，但是我更在意他的感受。Baby, don't lie, it's okay that you crave me. Your eyes on my body, you shake.叶时秋人呢？醒了。石大小姐给你留下这么多的烂摊子，你就没想过抱怨？确实也想过逃避。我就知道。但是我现在要守住他的家业，给他一个更好的生活。从华海公司到剧组，每天路上需要花不少时间。你打算每晚都来啊？比起路程，我更希望他睡个好觉。让徐英华找个折中的地方吧。
我搬过去。心疼了？我买的人形抱枕不到1天就被发现了，你要是住我酒店的话，肯定迟早会被传出绯闻的。别忘了，你的亡妻才刚过世。我不在乎。我在乎，别给我那么大压力。还有，来探班不准有亲密动作。好，都听你的。我怎么这么不信呢？你一会儿坐黄包车从那边过来，妮妮在这里接你。下车的时候小心点啊。好，导演放心吧。燕总，这人就知道会蹬鼻子上脸。各位辛苦了，燕总请大家喝咖啡，给大家分一下吧。好，谢谢燕总。燕总，不客气。来，韩老师。谢谢。你不能喝。你经纪人不是说你睡眠不太好吗？哦，是，之前跟燕总说，没想到燕总这么细心。狗男人，适可而止。好。安澜，你这消息燕总发的？没有啊，收到一堆垃圾广告。我人在这呢，他也没必要发吧？哦，燕总真是把安澜当成妹妹看了。这位不是谢影帝吗？哎呀，感谢救场啊！哪里？主要是燕总已经付过片酬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幽默。没想到燕总把谢影帝都请来了，这不比顾城宇强100倍？按这配置，是不是可以换个女主啊？谁也别想抢走我的女一。既然你们剧组不仁在先，都舔着安澜，就别怪我再送安澜上一次路。哼！安澜戏真好，那陈贝妮还一线呢，一条吃19次人质，人一条过。本以为安澜是个难伺候的作精，没想到超级配合。以前那些黑料真害人，我赌他会大爆。加1，走。自从顾城宇塌房之后你这个风评是直线上升，现在被网友怒封为复仇女王。顾城宇估计现在正躲在陈贝妮的房间里呢。你说他们俩还想搞事啊？说不好。对了，我跟领导商量了一下，怕你跟陈贝妮你们俩再闹矛盾，所以就近给你找了一个住处。燕总让我直接送你过去。他人呢？他今天有个饭局。走吧，去接他。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会非常开心。这不是新任的亚洲首富燕总吗？你是？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今儿个我高兴，再加上石兰也死了，我就告诉你一件当年的趣事。你们结婚那天晚上呢，我不小心说了你几句坏话，不小心被石兰给听到了，那家伙抓着就要跟我干仗，穿着敬酒服就进了警察局了，耽误你洞房花烛，真是对不住啊。你说什么？你们两口子怎么都这么暴力呀？我和石兰结婚的那天晚上，你们因为我打架进了警察局。没错，当时为了两家的股价，他没有声张，要换我，有石大小姐这么好的女人为我打架，这辈子都值了。不过可惜，石兰已经不在了。我话还没说完呢，
加个微信呢。怎么了，燕总？马上去剧组。是。原来那天晚上他在为我打架。手机没电了。来，给你充电宝。这么多消息，怎么了这是？喂，你在剧组待着，哪儿也别去，我想马上见到你。啊，我就在你聚会的酒店楼下呢。徐华，掉头。是。燕总怎么了？不是在饭局吗？不知道，好奇怪，好像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么急切。不怕黑夜还有多久，你的声音永远温柔，确定你会等我勇敢一点，向着你走，在梦尽头，用力的拥抱，不再放手，等你为我，把每个以后都织一成最好时候。到底怎么了？你有没有想过，你不是现在才喜欢上的我？你知道了什么？谢辉夜，你为我打架进警察局的事。那个暴发户嘴就是贱。所以，你肯承认你是施兰吗？你套我话！我只是想让施兰亲口告诉我，当年护我周全，替我还债，为我出头，只能在我身边睡着，即使遭受到我的冷言冷语，也是3年之后才拿出离婚协议的施兰，是不是也是像我一样一见钟情？其实我也不知道这到底算不算。没关系，我感受得到，我的大小姐只是因为没有被爱过，所以不懂自己的爱。所以你碰到那个死暴发户了。我很开心遇到了他，让我明白了你的爱。I know that you love me, darling, you don't have to say it. You know you can trust me. It's okay, it's complicated. Brothers trip over my words. You're so pretty, it hurts. Baby, I'm yours, baby, I'm yours, baby, I'm yours. I need something more pretty.
灯光看一下。今天爆破戏挺危险的，也不知道让燕总收敛点。昨天晚上那种情况，怕是收敛不住。陈贝妮，对手演员换了，你就不会演戏了吗？难道你想让燕总把你也给换了？对不起，导演，我不会了。陈贝妮这影后真不知道怎么拿的，迟到早退，演技差，果然这圈子里啊，全是人设。一个18线女二的经纪人，还是不要操心女主的事情了吧？谁操心她的事儿啊？你让她敬业一点，别一条一条的来，拖着大家不能收工，跟着熬大夜啊！少得意了。当初安澜跪舔顾城宇的所有聊天记录，顾城宇都第一时间拿给妮妮看，小丑。所以陈贝妮也有份暴露我的隐私。胡说八道！我不跟你们鬼扯了。说漏嘴了吧？我早就应该想到，安澜跪舔顾城宇，顾城宇讨好陈贝妮，当初逼死安澜的那份聊天记录，很有可能就是陈贝妮跟顾城宇他们两个人一起放啊。顾城宇他还能逍遥法外呢？你以为顾城宇会那么老实吗？他一定还会在背后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俩都不把人命当回事。你们一定要把爆破点的点位记得清清楚楚，要严格按照我们规划的路线移动，否则你们很容易会被炸伤。你们明白吗？明白。我已经打点好了安置爆破装置的工作人，到时候会有浓烟替你演。安澜要是被炸死了怎么办啊？死不了，我们只会让他变成残疾。没有人能抢走你的女医。一会儿我就让你知道和我作对的代价。妮妮，你经验丰富，一会儿帮忙照顾点安澜。好啊，我自己会照顾我自己。这可不是我不愿意哦。那行吧，一会儿一切都听我指挥。来，准备就绪。燕总，爆破戏啊，对。准备，跑！快跑！快跑啊！快跑！不是，这出事故了！炸飞了！石兰，你没事吧？天哪，这么大的爆炸声，不会毁容了吧？导演，这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这我没事。情况。医院，我送你去医院。我没事，快放我下来，这是我安排的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不过是预感今天会有人动了手脚，所以我提前跟爆破师沟通了一下，更换了爆炸材料。没错，安澜说会有人动手脚，我怕出现意外，所以我听了安澜的建议。陈贝妮，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是你故意勾了我脚，害我摔倒。你胡说，你有什么证据啊？你故意跑到我旁边，把烟雾弹换成了更易遮挡视线的浓烟。这世上真会有这么巧的事？我哪知道什么浓烟？说到底，你就是没有证据。我也可以说，你是为了抢走我的女医，故意设的这个陷阱。可是，我确实看到了，是你伸脚勾住了安澜。原来你们联合起来欺负我，想赶我走是吧？导演，你还管不管了？那要不报警处理？不用了，在安全的问题上，安澜的指证就是证据。你应该庆幸安澜没有真的受伤，否则你的命就没了。我正式的通知你，你可以滚了。你没听见吗？你可以滚了。走就走，但是你们故意针对我，我是不会这么算了。今天发生的事情，我华海会负责到底。新的女主也会尽快送到剧组。
可是燕总，这陈贝妮不会善罢甘休，这毕竟没有证据。我有证据，李导，给我2天的时间，我会让国民 CP 彻底消失。你有什么证据啊？你不就是想当女一吗？先把男主换了，又把女主换了，整个剧组都围着你转呗。顾城宇一直躲在陈贝妮的身后，这2人不停地给剧组制造麻烦。如果真有了什么事，你负责吗？我既然接的是女二的剧，那就只会演好女二的角色。女主是谁我不在乎，但绝对不是拿别人的生命当做工具利用的垃圾。我会给剧组一个交代。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没错，安澜说的对。这陈贝妮要是真是故意对安澜伸脚，那就不是简单的剧组矛盾了。你要是觉得累，大可以走人。对不起。今天的损失我会一力承担，接下来的事，李导你安排吧。放心，燕总，我给安澜放2天假，回去处理事情。就是一点小擦伤没关系的，你就一定要全组都知道我们的关系吗？你知不知道唾沫星子是可以压死个人的？安澜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但这件事情事关你的安全，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就好像你在泰国车祸面目全非的样子就在我眼前。石兰，我害怕。我害怕你受伤，我害怕你再次离开，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只要你平安健康。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惊慌的一面，也是第一次让我直观地感受到，我活着对于他人而言有特别的意义。我一直都有好好的保护自己，以后也是。这辈子，我要长长久久的活着，和你一起。石兰，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亏欠你好多好多。你不欠我什么，上辈子跟你结婚我心甘情愿，这辈子跟你坦诚心意也是。谢谢你能回到我身边。妮妮，这个破剧组居然联合起来欺负我们，我不能再忍了！我明天就要召开记者发布会，将安澜还有这个破剧组的种种行为曝光出去。妮妮，我们还是不要再惹怒燕总了。我们陈家大小姐会怕这些？你是要毁了妮妮才高兴吗？我这也是替妮妮着想，一个18线的小演员敢骑到影后头上了，这让我们妮妮以后怎么见人啊？要不是你在这煽风点火，妮妮怎么会扳倒安澜得罪燕总？而且，安澜手上还捏着妮妮的把柄。你别吵了，我恨不得杀了那个女人。既然不让我好过，那就谁都别想好过。我要召开记者会，毁了安澜。妮妮，走开吧你！绊脚石。陈贝妮，你要继续相信顾城宇这个垃圾，早晚会身败名裂的。他是我男朋友。你不过是我养的一条狗，也配对他大呼小叫？安澜已经不是之前那个安澜了。那又如何？我有背景可以打压丑闻，而且我的粉丝能把他撕了。这么对我，你们会后悔的。
喂，大小姐，这么晚了还有事吗？叶时修手腕上的疤是怎么回事？其实燕总在被石家人荼毒的时候曾拒绝治疗，那已经是他第2次寻死了。如果说您想知道更详细的话，我可以为您安排。不用了，我等他自己亲口告诉我。我们第一次在酒会见面，他就明码标价的活着，养父母毫不留情将他卖了，所以他很在意我也把他当成商品。只是我以前体会不了他这种痛苦。叶时修，明天我带你去个地方。燕总，这就是石大小姐在银行租赁的保险箱。不过，她有告诉你密码吗？哦，那你忙着，那我就不打扰您了。麻烦了。你为什么来带我找这个？里面装的什么？打开看看，密码6个6。这么随意吗？这是看不懂了吧？这是我们上辈子的结婚证。谁家好人把结婚证锁在银行里？我不是怕跟你吵架太生气了，一急之下撕了，就锁在里面。登记日期2025年9月17日。持证人石兰。叶先生，今天我带你来这里，是想告诉你，你从来都不是我的商品。我见到你之前，你在圈子里就很有名，酒会初见，更是确定了我的想法。我石兰慕强，所以才能把自己嫁给你。那个时候，我就是喜欢你的。石兰，你为了我打架，为了我买飞机墓地，为了我做莫名其妙的傻事，为了我忍受冰冷的回忆。石兰，你心里塞满了对我的喜欢。我以前真是个瞎子。现在可以告诉我那道疤的由来了吗？
喂，叶总，出事了！陈贝妮正在召开记者会，污蔑大小姐，利用你的恩情，联合剧组对她进行集体霸凌。果然在找死，把地址发给我。是。刚才我都已经听到了，你让徐英华帮我调点东西，这件事情我要自己处理。像陈贝妮这样的老鼠，本小姐一天能灭10只。好。那爸，等解决完陈贝妮这件事，我就告诉你。走，我先带你去记者会。你先帮我准备一点东西，我要给陈贝妮送一份大礼。安澜仗着燕总对他的支持，多次在剧组打压排挤我。之前改剧本的事情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他还利用角色凌虐我，太过分了！一个18线的小流量，竟然敢欺负1线大明星，简直就是倒反天罡！我真是要气炸了！到底多红才能不被欺负啊？就是啊！安澜的罪行不止这些，他为了得到女1号这个位置，甚至勾结工作人员一起来污蔑妮妮，害得妮妮被赶出剧组。我们妮妮可是影后啊！我原本不想得罪祸害他，可是陈贝妮可是1线大咖，哭成这样，肯定被欺负得很惨。可不是，没想到这个安澜这么乱来，就是欺负我们妮妮是没有背景的老实人是吗？风言剧组出来道歉，华海娱乐出来道歉，尤其是安澜这个贱人，敢这么对不起妮妮，必须道歉！就是道歉！好了，大家放心，我一定会坚守正义，维护我当事人陈贝妮小姐的权益，让安澜和风烟剧组付出惨痛代价。是吗？我倒是要看看是多惨痛的代价。谁啊？这是谁啊？这怎么回事？谁啊？这是不知道啊。惹到我家大小姐，有苦吃。安澜，你居然还敢出现！你一个睡粉、公益诈捐的塌房艺人都敢出现，我凭什么不能？大家还记得吗？顾城宇后援会让13个孤儿院的孩子过敏、休克，甚至死亡，你凭什么还敢出现在这儿？就是这事儿可上过社会新闻，没得洗。我刚就想问，这种垃圾怎么还能蹦跶？那我呢，安澜？程宇不喜欢你，你就报复在我身上，可我是无辜的呀。走，跟上。什么这是？妮妮好欺负，我们可不好欺负。就是，今天要是不给我们一个交代，别想离开这儿。就是干什么？啊！他的脸怎么了？情况这是好严重。他怎么这样了？你们真的相信一个18线的小演员可以排挤一个1线明星吗？天哪，安澜好像伤得更重。试问，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又没有参与过大制作的小演员，是怎么会欺负一个会跆拳道的陈贝妮的呢？不过就是燕总和剧组看我伤的实在是太重了，才不得已换掉的他。你胡说，我根本没有把你伤成这样。安澜，你也太会演戏了吧？可是我有证据。啊，石烂东西啊！什么东西啊？这什么时候东西？你快看，我也说了，我的天哪！什么啊？这是？
这下手也太狠了吧！他怎么还能去动手打人啊？天哪，这也太过分了！叶妮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下手也太狠了吧！被骗了！这个陈贝妮是要故意顶断安澜的肋骨，他这是在公报私仇啊！也太过分了吧！对呀，我知道，我不讨你们的喜欢，可是我肋骨都被打断了2根，还要这样被污蔑，我真的不想活了。他怎么欺负人了？不是，他在演戏，你们没有看出来吗？如果我都伤成这样了，还是换不来公正的话，你说我演戏，那就是演戏吧。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陈贝妮，安澜都把证据拿出来了，你还在这颠倒黑白？我就说你陈家千金怎么会受欺负，在这装什么没背景的老实人？我只是爆破戏的时候勾过你的脚，根本没有把你伤成这样，你不要胡乱栽赃啊！诸位都听到了吧？陈贝妮刚刚亲口承认了，她在拍爆破戏的时候勾了我的脚，她分明就是想炸死我。我可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啊！他说的都是真的。陈贝妮怎么这么坏啊？自己都承认了，太过分了，真的是。我没有，不是，安澜你炸我！没错，我就是炸你们2个人，一个故意买通剧组安排威胁，还有一个在我爆破戏的时候勾我的脚。你们这分明就是有预谋的蓄意杀人！哎，怎么这样啊？你少在这妖言惑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谁说和你没关系？这是谁啊？谁啊？这又是谁啊？不知道他是谁啊？顾成宇，你们玩弄人心也不是第一次了。当初逼迫安澜的聊天记录，就是你和陈贝妮一起放出去的。这人是谁啊？陈贝妮的助理，自己人都出来指证了，看来错不了。对，好啊，安澜，你连妮妮的助理都可以收买，你就这么恨我当初拒绝你吗？顾成宇，你诱骗哄着安澜给你花钱当舔狗，故意留下聊天记录发到网上，还教唆粉丝网冒安澜，上门恐吓。我有证据可以证明我说的话句句属实。继续！你们在陈贝妮生日那天教唆恐吓安澜，视频为证。要不把那女人跪舔你的消息放出去，给我的生日助助兴。要是她受不了被粉丝网暴跳楼自杀怎么办？那正好试试她会不会跳啊？这个好玩。顾成宇、陈贝妮是人吗？是畜生吧？太过分了，是罪恶之极。对，你们这是侵犯隐私，我要告你们！这2巴掌是替死去的安澜打的，他在你个垃圾身上浪费了这么多的感情，甚至还付出了生命。安澜，你看清楚，我是顾成宇啊！所以呢，现在活着的安澜对你没有一丁点情感，但会一页一页的搜集证据，然后送你把牢底坐穿。谁是顾成宇啊？真的还是真的？恶人有恶报，真的是过来。安小姐，感谢你的报警，后续相关情况还希望你继续配合调查。好，走。放心吧，等你进去，我一定会让律师好好照顾你。走。啊，顾先生，请问事情是真的吗？顾先生，您回答一下。诸位，好好看看，这就是你们真情实感粉的偶像。骗子！欺骗我们的感情！糟蹋骗我们的感情！我打死你！就是不骗我，把钱都给吐出来！德不配位，他也是咎由自取。
等他们弄完了这顾城宇，他也会死。跟上去！别跑！别跑！还得是你啊，老大，请继续保持这个标准，继续带我飞。安澜，我之前助纣为虐那么久，实在是对不起。你能有勇气当面的出来指证这2个罪人，已经很勇敢了。这一次就算你将功抵罪，回去吧。谢谢你放过我，你真的和以前很不一样了。那是，也不看看我们大佬试试。我跟你说，你的脸就在眼前，闪烁明媚光线。久违了，我大杀四方的石大小姐。累死你了吧？多明显，我们之间。带我来这儿干嘛？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手上这道疤的由来吗？你心里面也有疑惑，不知道我对你的感情为什么会深到这种地步，对不对？深蓝，你知不知道，其实我一直在被你所救。酒会是第一次，如果你没有拿出那3000万，大概率我会沦为那个房地产商黄总的玩物。他怎么敢？好了，他已经破产成了过街老鼠了。这还差不多。第2次是我养母威胁我，让我拿钱，你出手把他轰了出去，然后出手处理了燕家的所有人，斩断了我吸血剜心的亲情。可能你已经忘了，但是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我人生中不可多得的温暖。只是你太强大，强大到蒙蔽了我的眼睛。直到你死后，我才知道了你在石家地狱般的成长经历，我才惊醒，自己对于你来说是多么的不可原谅，自责压得我喘不过气，所以我才想跟你去了。那又是什么支撑着你走了过来？徐英华说你是很多人的光，我不能让你的员工失业，也不想让这道光散了。过去的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往后的每一天。我就再委屈一下吧，再疼你一辈子。我的大小姐从来不记恨恶意，不浪费光阴，随时拥有朝前和重新开始的勇气。我爱的始终如一。I cannot without you in my heart。燕总啊，
啊，来吉安来啊！他在里面拍照呢。最近这段时间，外面传你们传的沸沸扬扬，什么难听话都有。无所谓。安澜这丫头，这能力强，性格洒脱。经过这几个月的相处啊，我们组里人都特别喜欢她，所以我把她推荐给了一个更有能力的大佬，未来可期。她值得。不畏人言，只求真心相伴。我佩服你们的勇气，加油！谢谢。那我先走了，再见。好。燕总，回家吧，我都等不及了。也确实该小凉了。交多少？你有多少？你要多少，我就交多少，全都要。到时候你可别求饶，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唐泽说给我接了一个新电影，不过要到山里拍摄3个月。多久？3个月啊，顺便给你禁禁欲。3个月啊？山里，你到底是给谁禁欲啊？没有我你睡得着啊？是，反正你也很少让我睡。你干嘛？不是3个月吗？我现在就让徐英华去开山修路建酒店。燕师兄，我现在好幸福啊！我现在有着自由的工作，还有着极品的总裁袍，人间真值得啊！别废话，现在去做点更有意思的事。燕师兄，你怎么这么残忍啊！记得点赞关注哦。